这次又要去 Tofino 了，半年没有去。这次要去 Tofino 过一个周末，带上了俊仔和 Geisha， 因为就要30岁了，所以打算去那边庆祝一下生日。其实又想去找回一下当时的一些感觉，不知道过了半年以后再回到那个地方，会不会又有一些新的感受和想法。一会见。现在到晚饭时间，本来想去堂食的，因为现在已经开放堂食，但是因为 Geisha 新来这个地方，他比较焦虑，所以就打算让他先熟一下这个家里，然后大家就都回来吃饭好了，就在家里陪陪他。所以我们今天叫了外卖，来自 Shelter 餐厅。咖喱 mussel， 它的牛排已经帮我们切好了。这是烤的三文鱼，然后有2个炸的什么东西，哇，它下面有那个 avocado 的酱。Tofino， 吃的好饱啊 ！By the way， 这个红酒很好喝，好贴心。这是这个酒店送的红酒。俊仔留言说，因为是个 birthday trip， 然后他们给他送了一瓶红酒。这次住的酒店叫 Pacific Sands Resort， 它位于 Cox Bay Beach。这次住的房间可以直接看到海，而且海滩旁边的几棵树的造型我也非常喜欢。这里应该是冲浪爱好者的天堂吧，感觉特别棒。Tofino 就是一种回到家的感觉，没有什么特别兴奋的，就是回来这里就觉得好疗愈啊，好疗愈啊，觉得很温暖，而且它真的一直出太阳哎！说好的下雨呢？为什么一直给我太阳？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2个沙滩的交界，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哦。我们在看这个洞啊，然后也没什么好拍的，但是还好今天没有下雨，因为报道说一直都要下雨，至少不会湿。我们出去看看，虽然天气预报说下雨，但是我用意念让它不用下雨。我们要来吃冰淇淋。这个叫 Chocolate Tofino， 真的很好吃。我这里还有个小滑板，小冲浪板。俊仔这个 salted caramel 很好吃。这是我29岁的最后一天，跟我的内心小孩一起吃他最喜欢吃的冰淇淋。这2年的变化真的是飞速的吧？可能从2017年开始，俊仔说我原来一直生活在痛苦里，可能2018到2019我都活得很痛苦。可能总是会有一种经常会觉得没有什么力气想做任何事情。虽然那时候我很喜欢摄影，但是还是很多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会很讨厌我自己，会对自己很苛刻，会觉得为什么这个世界允许我这种烂人活着。而且我真的很在意他人的眼光，我没有办法跟别人说出来我心里的感受，所以很多情绪都会记在心里。我为什么不说？是因为我觉得我说出来，别人就会觉得我是个烂人。现在想想觉得这是什么鬼逻辑？其实就算去年11月份我自己来这住1个月，我为什么要来这里？也是想要自己一个人生活，来找回一种自我的价值感。我想要知道我自己的作息时间是什么样的，我想知道我自己的饮食习惯，我到底喜欢几点吃饭。即使没有俊仔在家里，我到底会不会自己一个人出去拍照？就是这种小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一旦和一个人生活在一起久了，就是慢慢的我会突然开始觉得，我是谁？我在哪里？我在干嘛？我会失去我自己，所以我就想知道，完全没有外在干扰的时候，我到底是谁？其实这2年，可能一些佛教有关的书籍，
虽然我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是我把佛学看成是一种哲学，一种生活哲学。它里面有些东西会让我开始深思我的生活，我的世界。然后呢，后来慢慢接触到了冥想。其实冥想的帮助真的很大，特别是有一些疗愈的冥想。我去年很痛苦的时候，我在 YouTube 上面找到了一个人带领你的一个冥想，然后这段时间我可能起码有1个月的时间，我就靠听那个冥想，然后自己回归平静，真的是有用的。最近是在疗愈内心的小孩，因为其实真的，我觉得啊，我自己觉得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小孩，那个小孩可能都是在你童年的时候受了伤的小孩。当你不知道这个小孩存在的时候，你在长大的过程中，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你对一些事情的反应，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这个小朋友在掌握着你的人生。你在意别人眼光，你在怀疑自己不够好的时候，都是这个小朋友在你心里跟你讲话。所以让一个小朋友操控的人生，应该也不会太好吧。那我通过疗愈这个小孩，慢慢的回到一些小时候的场景，一遍一遍的去疗愈他。大部分人可能会听起来有点扯，但是真的，这半年以来作用真的是很神奇。可能俊仔的感受会比较多，俊仔可能觉得我整个都换了一个人，对，心里真的会特别的强大，特别是在面对原生家庭关系的时候，发现不会再被原来有的一些情绪带着走，就是控场一流，不管对方跟你说什么，你不会被对方的情绪带着走。现在有了一个更加稳固的一个根基，一个核心，以后风吹草动你也不会动。比如昨天刚在 Tofino， 因为我的生日跟我的爸妈发生了一些争执，刚到 Tofino， 刚哭完。为什么哭完？就是因为啊，我爸妈就是明知故犯，可能他去朋友圈分享了一些我的东西，然后他们明明知道他分享那些东西我会生气，但他们还是去分享了。然后因为这件事情呢，刚跟我爸妈打了个电话，我跟他们说为什么要尊重个人的隐私。其实他们做这种行为真的是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中国的父母其实大部分都是会把小孩当他们自己的一个附属的产品来看。如果小孩在他们看来是优秀的，他们就会想炫耀。不是说所有的，大部分的中国家长都是这样子的。对，然后今天跟他们想要就是心平气和的谈论为什么不行。大部分中国家长都会说啊，我们含辛茹苦送你出去上学啊，你还不准我们发你的照片啊之类的。知道的人一听就知道这里面是什么逻辑，对吧？然后我在跟我爸讲的过程中，他一开始心平气和讲话，他讲不过我，然后呢声音就变大了，然后发现还是讲不过我，然后他就会说很多气话，很难听的话。其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是我反而没有被他激怒，我反而是就是很瞬间的可以 sense 到这个人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可能是因为他的不安全感，他的自卑或者之类的，他都会愤怒。然后我就没有生气，反而是我很平静的去对待这一场对话，然后还跟他说，我知道你都是气话，所以不会往心里去。可能我爸其实还是比较 open minded 的那种人，不是太死板的人，可能也许这句话有点把他震撼到了吧，所以到最后也是一个很好的结尾。虽然这件事情一开始不是什么很好的事情，但是我真的觉得这算是我刚到 Tofino， 然后 Tofino 送给我的一个礼物。这个挫折真的是一个礼物。如果今天没有跟他的这种对峙，我可能就看不到原来我已经成长了这么多，原来我现在这么棒。所以用力抱紧我自己，太棒了。然后我哭并不是因为我跟我父母吵架哭，而是其实努力成长真的是需要付出很多心血的。但是看到自己内心的小孩被疗愈了，然后今天做出了那么惊人的举动，就觉得真的蛮开心的。努力都会是有回报的，看起来不是那么开心的事情，真的搞不好你打开它，最后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礼物。所以谢谢 Tofino 给我这个礼物，也要谢谢我自己。如果真的要问我自己最后一天有什么感觉的话，我可能会说 I'm so proud of myself。 我们
现在在 Wolf in the Fog downtown 的一个小餐厅吃一下午饭吧，有点饿了。其实 Wolf in the Fog 算是那种在头非常比较大的餐厅里面我很喜欢的一家，但是这次感觉整个town里给我的感觉，包括这家店，就是完全没有去年的那种活力和热情，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那种死气沉沉的，感觉疫情对这个镇子打击还是蛮大的。而且啊，本来今天要带俊仔去吃2家我很喜欢的店，一家就是之前我在视频里有提到一个 Summit Bread， 他们店的 pastry 面包我特别喜欢，然后他们去年11月就永久关闭了，然后还有一间很好吃的一个 Noodle House 也关了，最喜欢的2家店都关了，有点伤心。今天的菜其实也还挺好吃的，我这个鱿鱼搭配的很不错，然后俊这个 Mexicano Poke。其实就是有一些海鲜啊，然后有牛油果，上面撒了很多辣椒粉，然后下面还有辣椒油，配在一起觉得还蛮神奇的口感，算是一种尝鲜吧，还挺好吃的，推荐。这是一个秘密的地方，因为我觉得这里很美。抓住了。这个景色真的好美，让人觉得特别特别的放松。虽然其实town里面或者是有些餐厅的感觉跟之前相比会冷淡很多，但是这些 trail 还在啊，这片树林子还有这片海一直都在啊。他们好像也都没有变过耶，可能比起10月份这边会绿的更多，更有那种夏天的感觉。听着海浪声，吹着海风，然后看这片树林子，包括树林子里的味道，都让我觉得特别特别疗愈。这里就有点像是我一个特别的家，每次来我不会觉得很兴奋或者怎么样，但是来到这里就会觉得很安心，就好像被整个世界、被整片海、整片雨林就是紧紧的抱着我，觉得特别幸福，很有安全感的一种感觉。还记得之前我在 Tofino 的时候去走了一个差点走迷路的特别泥泞的 trail 吗？就当时那种快感，就是自己一个人在丛林中探险的感觉，那是一种纯粹的快乐。然后今天我要带着俊仔来跟我一起探险，虽然这个快乐会减半，因为是2个人。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干嘛？出了一身大汗，但是这种手脚并用爬上来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很有成就感。今晚可以好好大吃一顿。真的，今天就上午下了一会儿雨，然后就没下来。看看明天吧，好神奇哦，呼风唤雨竟然。这是我在 Tofino 最喜欢的餐厅，因为它的 seafood 特别好吃。刚刚辛辛苦苦爬完山，然后现在过来吃好吃的，真的觉得太幸福了。然后坐的位置又很棒，靠着窗，很明亮。这里也不热也不冷的，觉得今天天气又特别好，特别完美的一天。真的太好吃了，我尝了我的，然后尝了俊仔的。太好吃了，一定要来吃。它这面包啊 ，Oh my god！ 我们现在在走一个这个酒店私人的 Sunset Trail， 去 Patinga Point。我们走 Sunset Trail 去看 Sunset。
炸了，今天的日落肯定美炸了。好美啊！今天的日落真的是太炸了，我以为这里3天都会是下雨，然后我完全没有想过，居然在生日的时候 Tofino 会给我送一份这么大的礼物。哇，真的是这感觉就觉得好，每次来这里就好多惊喜，然后真的觉得好幸福，感觉被这个地方深深的爱着，哦，满足了。然后今天也是让我感受到了很久没有过的那种对摄影的执着。一般我真的是在拍照的时候，我会忘记时间、忘记空间、忘记我在哪里，所以我今天就完全把 Geisha 和俊仔给忘了。这里有一只分离焦虑症的狗，它看到它妈妈走了，现在特别紧张。然后今天拍得太嗨，导致海浪打过来，还把我的镜头给打湿了。但是应该没有事。对啊，这就是我最喜欢的一种感觉。我一直在花很多时间去找，特别忘我的喜欢做的事情。太棒了 ！It's the best gift ever。来 Tofino 在这样的时间，然后让我又感受到一次，觉得啊。感恩感恩，回家吧。俊仔送了我一个桂花酒酿味的蛋糕，然后这里还写了我的名字，只是我觉得这个包装有点浪费了。我们还用一个冰桶把它装到了 Tofino， 好想吃哦。我们来看一下吧。Happy birthday to you。真的30岁对我来说感觉真的不大，没有什么感觉。可能有很多人会有什么29岁就会开始焦虑，然后我要30岁了怎么办 ？Take it easy， 30岁只不过也就是29岁的另外多一天而已。这个果冻好吃，上面这一层。2020年的成长是飞速的，然后今年也是，虽然才过去半年，但是感觉真的变化好大。有很多事情，虽然你看起来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当你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你处理事情的方式不是原来的以同样的一条回路，你是变了。我会觉得我还蛮期待去看到自己32岁、35岁，甚至40、50岁的样子，因为我觉得每一年都有成长。虽然并不是天天开心，不可能谁都会天天开心，但是因为有不开心啊，然后有一些面对的一些挫折啊，这样才可以去让自己成长得更多。所以我还蛮期待我自己未来的样子。我相信我未来的那个我一定也是一个更好版本的我。所以如果你看到了很多现在有很多会让人产生焦虑的视频，比如说30岁就一定要完成什么样的事情，参考看看就好了，就没必要焦虑。因为其实真的啦，每一个人的人生轨迹都不一样，每一个人要面临的或者要克服的功课都不太一样，要学习的东西也不同。别人30岁学到的东西，别人30岁拥有或者没有拥有的东西不一定适合于你，只有你自己才知道什么才是最适合你自己的。对，30岁也不过就是另外平凡的一天而已，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对啊。现在是早上，我来到了 Rhino 来买早饭。司机弟现在在家煮还是带饭？呸，在家喂狗煮咖啡，所以买了东西我就可以回家喝咖啡了。Yes。
们现在在探访斯蒂里曾经的脚步，树林。我特别喜欢这个树林的步道，又回到这里觉得哇，好宁静啊！好宁静啊！你看这棵大树，就这样横着，就很古老的一片。今天来到这里跟上次有不一样的地方，好像是已经是一个老朋友了，感觉到我跟他们其实是有互动和交流的。因为最神奇的是，不管我去想要拍什么东西的时候，然后突然就会有光进来帮我照亮我要拍的地方，然后我走到哪里光就跟着我在哪里，觉得这种感觉还挺美妙的，就像是在跟这片树林子对话。这个红椅子很不错，这个地方有超级多鸟叫，然后阿拉圭吓得要死，一直在发抖，有一个特别胆小的其实生活真的不会天天开心，没有人会时时刻刻都很如意。我原来可能会觉得我现在心情不好了，我就会很容易破罐子破摔，觉得为什么这么没有能力，我为什么这么烂，我就是个烂人。或者是当自己莫名其妙情绪来的时候，觉得很累，什么事情都不想做，觉得这个世界好无聊。其实他们也都是暂时的，因为就是无常嘛。你的人生不会一直都这样掉在这个低谷里，都是有起起伏伏。对于我来说，我能做的就是先知道我现在处在一个低谷期，如何跟这个低谷相处，如何跟你低落的情绪相处，这才是最重要的。后来我其实就慢慢发现It's okay to be not okay， 真的就可以解决大部分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像这种很低落的时刻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没有这些时刻，我们可能真的不能感受到快乐是多么快乐，也是少了很多灵感的来源了。对于我来说会这样，所以It's okay to be not okay。我之前的内心小孩其实受伤还蛮多的，然后慢慢的在疗愈这个小孩的过程中，回到之前的场景，疗愈他，告诉他你很棒，你很好，给他无条件的爱以后，然后我会发现在日常生活中，我会真的很能够看到自己很好的地方，即使自己有什么事情做的不如自己想象的那么好，但是没关系，自己还是会拍拍自己的肩膀说 OK， 你已经很棒了。比如说家人，我父母又开始指责我做的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时候，我会有一个很明确的自我的价值。我的价值并不是因为他们说我不好，那我就没有价值。我的价值永远都在这里，并不会因为任何人说了什么而改变它。可能是有了那种很强对自己核心价值的一种肯定，以及对自己很多的包容和爱以后，真的就不太容易动摇了。虽然我还在学习的过程中，但是跟原来比不太会在意他人的眼光。一旦我一抓到自己有这样的情绪的时候，我马上就会有这个觉知，然后会告诉自己没关系， be yourself， 不要为难自己，很多事情都没有标准答案。这一次的旅行就到这里，谢谢你们陪我过完了我的30岁生日。其实很多的时候成长并不只是有好的结果才叫成长，很多时候成长其实它也是隐藏在了那些挣扎的过程里。希望这支视频能够让你放下一些焦虑，然后让你更喜欢自己。拜拜。俊仔是个笨头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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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个笨头鹅。然后他觉得其实我和大自然互动那种感觉有点像是爱情。昨天我其实在拍日落的时候仔细思考了一下，真的这种感觉是真的很像爱情。对哈，我姓大名自然。